在非洲索马里，每个女孩都要被割掉下体，然后缝合，直到新婚之夜解除封印，否则就会视为不洁和邪恶，不能嫁人，也不能留在村里。这个仪式叫做割礼。这个3岁的女孩正在进行割礼仪式，地点是野外戈壁，医生是没洗手的老妇，手术台是随意一块石板，手术刀是生锈的刀片，缝合针线就是粗针麻线。随即，女孩的惨叫哭嚎传遍整个戈壁，并不是每个小女孩都能撑过割礼后的感染，她的姐姐和妹妹都因感染先后去世，而她发烧整整3天，侥幸的活了下来。可等她12岁，生理期到了，却因割礼疼得下不了床，妈妈只能安慰她，这种痛苦只能忍耐。生理期一过，父亲更是通知要把她嫁给一个80岁的老头当第5个老婆，只为给家里换2只骆驼。婚期就是明天。女孩不想嫁，深夜逃出家门，妈妈明明看到了，可假装没看见，弟弟也偷偷为她送行。可为了躲过父亲的追捕，女孩要穿越那片号称死亡之地的沙漠。她只有12岁，瘦骨嶙峋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甚至还赤着脚。可她没有选择，义无反顾踏了进去。她走啊走，走啊走，从白天走到黑夜，又从黑夜走到白天。滚烫的沙子灼烧着她的脚，阵阵热浪掀起她的披巾。最终，她走出了这片死亡之地。可是小镇的亲戚们并不愿收留她，看他们住的破烂就知道，镇上比村里日子没好过多少。只有外婆不顾反对留下了她。这一天，外婆带着她匆匆出门，直接送到了机场。因为村里传来消息，父亲打伤母亲，马上要来抓她了。外婆要她投靠远在英国的姨妈。女孩虽然不懂英语，但为了不被抓回去，还是毅然奔赴异国。姨妈是索马里驻英大使的夫人，女孩成为了女佣，每天都要扫地、做饭、洗盘子，忙得没有一刻空闲。但她却觉得这是难得的好日子。就这样过去5、6年，女孩长成了大姑娘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大使馆。可这天，姨妈突然告诉她，索马里内乱，大使被紧急遣返，所有人都要立刻回国。可女孩不想回去嫁人，趁着大使馆混乱，带着自己的护照逃走，流浪在英国街头，在商场的厕所间休息，从电话厅里找人们遗落的硬币，在垃圾桶翻找被丢的食物，在巷子里捡纸箱当成铺盖被子。即便如此，她也不要返回吃人的老家。这个女店员把客人吃剩的汉堡偷偷藏进自己口袋，而这一幕早已被一位客人看到。客人扫视着女孩的身体，最终起身走近，可他没有戳穿女孩，反而递出一张名片，邀请女孩去当模特。客人自称是世界顶级摄影师，一眼看出女孩身材完全符合黄金比例，是万中无一的模特人选。可女孩却把他当成了骗子，敷衍地接了名片。没想到随后和朋友闲聊，女孩这才知道那位客人真是摄影师，还是麦当娜都求着拍照那种。朋友惊喜大叫，你这下走运了，能被他选中的人都飞黄腾达了。可女孩直接拒绝，还说在她的非洲老家拍照是邪恶的，会带走人的灵魂。朋友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识女孩的神奇言论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谁知到了晚上，朋友和男友过夜后，竟然听到女孩说A respectable woman does not do that。 朋友不服气，我们只是享受快乐罢了，好女孩也有享受快乐的权利。可女孩却坚持说 Only a cut woman is a good woman。 朋友直接懵了，割礼？什么割礼？根本没有听说过呀！这下女孩也疑惑了。 This is how she stays a virgin, yes? Until her wedding night, and then her man opens her. That's the way, isn't it? 朋友立刻反驳，不是，我就没有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小心翼翼提议，我能看看吗？也许这样我理解了。女孩面色难堪，但还是脱下了衣服。朋友震惊又心疼，这就是你每次上厕所都要很长时间的原因吗？女孩呆呆地问，你妈妈没给你割礼吗？朋友郑重地告诉她，我没有，没人天生就该这样。女孩嘴唇发抖，眼睛逐渐蓄满泪水。她的姐妹都因割礼而死，外婆、妈妈和她都一直忍受着割礼残留的折磨。可原来女人的身体并不肮脏，割礼不是每个女人生来就该受的苦难。女孩陈旧的世界观在这一天彻底崩溃。可是割礼的后遗症还是每天困扰着她。这一天，女孩腹痛到站不住，朋友立刻送她到了医院。医生给她检查时，震惊地瞪大眼睛，那里已经溃烂，必须立刻手术。可是因为语言不通，只能找来一位索马里护士替医生翻译。没想到男护工根本不翻译医生的话，反而一直羞辱女孩。nin kana cada jirkaa tusaysaa dhaqankeena wax kama gelinin haddii aad badashay waxaa tahay waxaa siraysaa waalidkaaga dadkaaga iyo dhaqankaaga isku xishood。
这个女孩突然意识到，不是每个女孩的下体都会被割掉，只有她的家乡索马里才有这种割礼。可她知道的太晚了，饱受割礼摧残多年，她的身体已经溃烂，紧急送进英国医院急救，却被老乡狠狠羞辱：你背叛了索马里。女孩逃到异国的大街上，漫无目的的走着，却突然看到另一个女孩全身包裹黑布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他们长久对视，为同样被压迫的女性命运深深共鸣。女孩最终返回了医院，不顾老乡的羞辱，接受了治疗。身体恢复后，她更是联系了那位著名摄影师，接受了模特工作。曾经，她因为家乡传统拍照是邪恶的，拒绝了这个翻身的好机会。而摄影师眼睛毒辣，仅仅拍了几张照片，就立刻确信这个被自己看中的非洲牧羊女天生就是当模特的料。不但没收拍照费用，还把她推荐给英国最大的模特公司。可是模特公司负责人一看女孩就彻底失望了，别说走台经验了，她连高跟鞋都不会穿，一腿的伤痕根本没法走秀。可为了给摄影师面子，负责人略带嫌弃的表示，等你学会走台就可以来上班了。女孩十分兴奋，模特要比服务员赚得多了。她回到家让室友教自己，室友随意比划了2下，女孩看了几眼又走了几遍，瞬间魅力四射，连路过的门卫都看直了眼。女孩第一次正式试镜，光芒四射，简直就是为 T 台而生。负责人看呆了，这在国内简直大材小用，一口气给她报了2个国际大展。谁知几天以后，负责人气冲冲上门，直接宣布你被解雇了。原来女孩的护照早已过期，现在是非法居民，根本办不出签证，还给公司惹下天价违约金。移民局随后赶到，将女孩抓进监狱。工作人员告诉她，当初索马里内乱，你可以申请避难的。女孩喃喃地说 I didn't know. 她12岁逃婚，离开非洲沙漠，又在大使馆刷了6年盘子，几乎没有任何常识。幸好室友掏钱将她保释了出来，为了不被遣送回非洲，和门卫假结婚。最开始2人秋毫无犯，可移民局时不时抽查，2人最终住到一张床上，门卫时不时毛手毛脚，女孩只能忍耐，艰难挨过1年，她终于拿到永久居留权。随后在国际 T 台上，女孩的天赋得到完全发挥，绽放出万丈光芒，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女神。没有人知道，在此之前，她曾挨过割礼酷刑，穿越了死亡沙漠，吃垃圾，睡大街，被老乡羞辱，被假丈夫骚扰，百折不挠，永不屈服，这才最终成为千万个向命运抗争者中最幸运的那个。在成为国际超模后，她义无反顾返回家乡，揭露割礼恶行，为拯救更多家乡女孩奔走疾呼。她就是沙漠之花华丽丝·迪里。本电影改编自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故事。